Hello，大家好，我是沙白，现在是瑞士晚上时间的10点11分。我刚刚见了医生，对，然后差不多聊了有1个半小时吧，聊得挺愉快的，就是当中发挥了我特殊的沙士幽默。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女孩子，名字叫做沙白。前一段时间啊，她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因为她跟自己的观众说，她要去瑞士进行一场不归的旅程，也就是说，她要去瑞士安乐死。然后我明天呢，打算就是带上这个和我一起上路，这个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送我的一个挂件。对，就是之前跟你没有提到的，就是有在这本书里面是我的好朋友写的，里面有一个章节叫《双生灵魂》，写的就是我。然后最后呢，也是以这个方式去瑞士旅游的这么一本书。我打算带着这2个宝贵的物件，包括我爸爸给我买的围巾。对，就这样打算上路了，愉快的上路了。我知道沙白的故事啊，就是在前几天偶然之间在推特上看到了这段视频。应该说，我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非常震惊。为什么呢？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沙白的这段视频里头，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疾病，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呢，至少他的精神面貌看起来非常健康，然后呢，说话也非常流畅而且他自己看起来又那么年轻的漂亮。第二个方面，他在谈论关于自己死亡的时候那个态度特别的淡然，特别的豁达。Just like I told the doctor, I want to celebrate it instead of mourning for it. 明天我就不可能发视频了，因为我明天首先要很早起来，然后还有个会面，然后呢会面完之后的话就直接打的去旅游景点了。然后10点钟的话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丽的风景了，好吗？那今天就这样了，祝大家生活愉快。一般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谈论死亡，别说是一般的死亡话题了，那跟自己死亡的话题就更是如此了。但是他在谈论到自己第2天即将上路的时候还讲得那么轻松，还要带上自己的父亲给他买的围巾，还要带上自己的闺蜜给他写的一本书。这种对死亡的态度确实是惊到了我，所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很想跟他联系上做一场访谈。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但是非常遗憾我知道他故事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就在10月24号这一天，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夙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几天我一直在看他网上关于他的这些视频我觉得虽然我没有机会采访到沙白，但是我今天仍然非常愿意通过拍案这个平台讲一讲他的故事，也分享一下我对他的这种选择的看法。沙白呢是上海人，据他自己讲，他父亲呢是个小学的数学老师，小的时候就他父亲在家里头教他数学，他自己也是个学霸。他上的学校呢是上海市的一个市重点，他呢学习成绩非常好，经常考全班的第1名，而且尤其是英语非常好一转眼中学毕业之后呢，他考上了上海的一所本地学校，学的是建筑学。20岁的时候非常不幸，他突然之间被发现得了一种病——红斑狼疮。我是20岁初，就是说被诊断有红斑狼疮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还被误诊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我只记得呢我在华山医院住了整整2个月，每天都是40度的高烧，然后这个红斑又从头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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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都是发到脚。红斑狼疮这个病可能很多人知道的比较少这个病呢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有遗传因素，但是更多的还是后天环境罹患的而且这个病呢，女性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男性。这个病得了病之后，身上就长那种像红色的那个斑点看起来非常恐怖，所以被称之为红斑狼疮。这个病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治愈性的药物，所以患者呢本身要终身服药。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服的药中间呢可能有激素，激素大家都知道，一旦吃了激素你身体就会发胖，甚至会掉头发。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得了红斑狼疮，是因为后来很奇怪，就是说我的父母总是不允许我在太阳照着的时候出门，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最后我坚持要出门，我妈跟我说，就哭着眼泪跟我说我得了这个病。我这个人特别爱美的，我顺便提一下，就是我对狼疮的态度就是说能不吃激素就不吃激素。我激素大概只吃了10天，不是脸就像个
就是像只猪一样，就就这样向心肥就肿出来了，然后我就难受了，我就不吃。所以沙白呢，对那个医生提供的那种治疗方案呢，他非常不认可，他就坚决不吃激素。然后我每次也是基本上也就是只吃一点点的激素，大概吃个什么5、6天、3、4天的，一旦发现脸有肿出来，我就不吃就停药，然后我就这样非常平稳的，其实是很平稳，因为每个人看到我都会觉得我是超级健康、超级阳光，因为我就是不听医嘱，我就是晒太阳。但是或许是他年轻啊，或许当时的病程呢还比较轻，所以呢他在前几年呢整个的病状也没有什么这个比较严重的发展，一直到5年之后才复发。就这样呢，他一直带着这样的一个红斑狼疮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呢生活着。29岁这一年呢，他去新加坡去留学。其实那个时候他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还是他愿意去新加坡去留学，在新加坡待了4年，4年之后毕业在新加坡又找到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就辞职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呢，他一开始呢是在一家托福的培训机构里头教年轻人学英语。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视频他教别人学英语的时候，确实教的挺棒的。Well,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language use this time. Obviously, you ha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However, if you could just pay a little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tailed development, it would be even more perfect. You are almost there. Okay, just keep going, and I know you can make it. Okay? 因为沙白这个女孩子呢，她有语言天赋，她不仅仅学英语，她还学西班牙语、学意大利语、学法语。那么这种多语言的学习过程中间，可能使她对语言的理解要高于常人，所以她在语言教授的过程中，也确确实实有一些独特的办法。前2年呢，她跟她的同伴们一起就开始创业。虽然说我创业第1年，我顺便讲一下我对于钱和健康的一个概念。我第1年我赚了180万税后的，然后那个时候爆发了，我就知道我活不长，我本来就知道我活不长，所以我为什么说我没有遗憾的原因，是因为一般的人拿到了这个钱可能会存起来，我没有存，我大部分的钱，我100万全部都花在了包包、衣服、鞋子上面。然后我觉得花的爽呀，花的开心花的就是爽 you know。 然后第2年的话，我跟我的 partner 就是说分开了嘛，因为我得了这病以后的话，我大概就是说一下子就买张机票去新西兰，因为我觉得我活不久了。那我 partner 需要我在上海嘛，反正我们之间因为经营理念也发生一些不合拍的想法，然后我就在外面自己单独租了一个办公室，大概每个月的 cost 有3.5万吧。但那个时候我也是想说，为了证明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干得很好，我也是拼命，就是赚了很多钱，但差不多100万第2年的收入。由此你可以见到就沙白这个女孩子呢，由于她学习非常好，也非常优秀赚钱能力也非常强，在各个方面看起来都是令人羡慕的一个成功的女孩子。但是到了今年的时候，她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由于她过去一直拒绝使用激素嘛，所以她的病程就是发作之后好了几年又发作，然后呢，她吃了一种特殊的药，2针那个美罗环嘛，就都自费的，1针1万多吧，我只打了2针就好了，就好保持5年，我什么药也没有吃。我本来以为只是工作的疲劳会让我红斑狼疮爆发，但是我没有想到旅游的疲劳也会让我红斑狼疮爆发。我不是在挪威跟冰岛玩的像个什么人似的，你知道吗？我那个冰岛不知道参加了多少这种剧烈运动的项目，挪威也是把我整个身体都弄垮了，再加上之前本来肺炎就没有好嘛，然后我又叫医生给我打美罗花，但这次就是任何一个事情，我就像我说的 ，each coin has two sides。5年前这支美罗花救了我，瑞金医院的医生都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1支美罗花就可以把狼疮控制这么好，这是奇迹，这不是美罗花。这次果然了，被这个瑞金医院的医生说准了，美罗花因为也是有副作用的，最大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感染。当时就肺部，本来我肺部就不好，就肺部严重感染嘛，接下来是全身皮肤感染，就是得了那个带状疱疹，然后接下来身体各个器官全部都感染，包括我这次的肾衰竭，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打了美罗花以后引起的感染造成的，以至于整个再加上狼疮也在攻击我的肾，以至于我的肾一下子就全部全部就垮了。就说我从一个90斤的人硬是
被水撑成了一个130斤的香菇大胖子，你知道吗？每天就像个不倒翁一样的，这样就是我连路都走不动，我连他妈跳楼的力气都没有，你们知道吗？我在医院要跳楼啊，跳不动。最后没有办法啊，就开始透析。这一透析之后啊，那整个的生命质量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据他自己讲，他透析之后呢，也曾经想要去换肾。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积极的想着换肾的，甚至就是给我就是说。给我就是24小时护理的护工都提出说可以，就是说他愿意给我换肾。当然了，这个东西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不匹配呀，本来这个匹配的概率就是很低的呀，我也是做过努力的了。另外一个呢，就想到了自己的表妹，就他自己娘家的表妹，也去找人呢，就跟自己的娘家表妹说，看能不能有一个肾换给他。亲自约了我表妹出来，但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我表妹一开始答应愿意出来谈一谈，可能那个时候她也不知道这位叶女士要找她谈什么，但是过了2天以后，她就不愿意见了。叶女士问她是不是因为台风的原因，他们说不是。那其实很明显就是后面他们可能经过2天的思考，可能也已经思忖出了为什么叶女士要找他们嘛。那后来我也写了一个短信给我的表妹，我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的想要换肾，其实就算是你答应了，我也未必想会，就是我未必想要的，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看法。我给她非常情深意切的说了这些东西，我说其实你不答应，我说我也是很 OK 的嘛，因为每个人都是会为自己的健康考虑的，而且每个人其实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重要嘛，对吗？我说你拒绝我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3天以后我的表妹依然没有给我回应，后来我就把她给删了。我说我删除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不肯去跟我配型，而是因为就是说你连正面对我的勇气都没有，就比如说你面对着面告诉我说 OK sorry，就是 Elizabeth I can't， 对吗？他的这2个举动啊，应该说在网上引起了比较大的非议，因为他当时他就讲到换肾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说什么呢？这个全世界只有美国是可以活体换肾的，中国的活体换肾只能限于亲戚之间，不能限于就是说非这个就是说咋说呢，就是非血缘关系人之间是不可以活体共生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道德。那到底这个事情道不道德呢？我觉得我不置可否，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需要肾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就是说中国觉得说活体换肾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有钱人就可以换，没钱的人就不能换。但是问题是，没钱的人也不是因为说我靠一个肾，就是说换来了100万，我就也不是说是因为就是说有这个器官买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变得没钱的，是不是？甚至是器官买卖的存在，甚至可以让这些穷人他甚至有了一笔钱，可能这笔钱对于他来讲的话，比就是说吃掉一个肾就是说去掉一个肾要更重要，对吧？这个重要跟不重要，好跟坏都是由那个人本人去判定的，也就是说我说一个自主权。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他表妹这一部分啊。那么我们家也比较幸运，除了本来在上海市区有一套不错的房，后来呢，就是因为有一套很小的，就是市区的2套房，其中有一套就是拆迁了，又分了4套房。那么所以呢，我就是所谓的有名的差2代了。我是这么跟析的，我说你不用拿2套房子或者1套房子去作为一个经济的一个补偿，说你愿不愿意给我配型？我的父亲是先于我妈离开人世，或者是后于我妈。对，先于我妈离开人世的话，这个房子还是他们的，对不对？你从继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我妈娘家那边人的。那他们其实在我生病的时候，并没有实际给我做出任何的贡献。他多少认为他的表妹欠他的。所以呢，他当时虽然在网上说，他说他拒绝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能面对我的时候说一声 sorry 呢？说一声道歉呢？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他的这个换肾的计划最终没有得以实施，所以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决定不想活了，想要去瑞士做一场安乐死。安乐死这个话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在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里头，允许安乐死的国家非常非常少，只有像比如说像荷兰包括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国家，有一些非常条件苛刻的条件下允许安乐死。我们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安乐死实际上分为2种，一种呢叫积极的安乐死，一种是消极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允许的。所谓消极的安乐死指什么呢？指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得了绝症，这个浑身要插满管子，对吧？因为这个医生要救你嘛。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明知道这个再插管子，可能这个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太可能再重新痊愈之后了，是吧？只是在延长你的这个所谓的躺在床上被抢救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进行主动积极的治疗，把这管子拔了，这个叫消极的安乐死。在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允许的。所谓积极的安乐死是什么呢？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病人没有死，但是我们能不能协助他死一下？比如说放到身体里头注射点毒药这个就叫积极的安乐死。这种安乐死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就我说的，只有极少数国家允许。这极少数国家允许它的条件呢也非常苛刻。比如说你必须是绝症，这个病没救了，可能你的寿命呢就是6个月到1年之内。第二，你是忍受着身体巨大的痛苦，比如说有些癌症我们知道非常非常疼，非常非常非常痛苦，那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本人愿意，在医生评估的情况下允许安乐死。但是呢，我们国家在中国也包括亚洲这包括
这个日本呢这些国家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这个沙白就想到了瑞士。那么瑞士这个国家其实也并不允许安乐死啊，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法律规定，它可以协助别人自杀。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是出于自利的考虑帮助别人自杀，获得这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在瑞士的法律条件下是合法的。所以瑞士就有一些非盈利的机构啊，来专门从事帮助别人、协助别人自杀的这个活动。其实沙白联系的就是这样的组织啊。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就申请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同意，然后呢就申请瑞士的签证，每一步他在这个网上都公开了。那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这个行为呢引起了网上非常大的争议，很多人就批评他，说那你怎么能随便去自杀呢？那么沙白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也都通过各种途径啊来介绍了自己的这种死亡观和生命的观。我明明觉得就是说死亡其实是对人类或者对我是对人类其实是一个好事啊，特别是那些生病的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带走痛苦的一个过程，是值得庆祝的。那么半死不活的活着，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大的一种伤害，是一种最大的侮辱，因为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那如果说你剥夺了我追求自由的触角的话，那我自然就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这件事情的本身又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我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最根本的，就是构成我整个世界观最根本的基石，就是我对生和死的看法。但是我对于就是说珍惜生命的看法是，你不能看它的长度，我甚至都不会说看它的宽度，你要看它整个状态，也就是从你出生到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整个是一个状态的一个合集，这个合集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我觉得我非常自豪的说，从我一开始出生到我现在，我就是活出了一个我最希望的一个状态。你叫我重活一遍，我也不可能比这一版活得更好。我既就是说浏览了整个大千世界的美好，因为我觉得我去了40多个国家，而且我这个不是说只是拍拍照只是拍拍照而已。我是跟当地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为什么我可以跟当地人进行深入交流呢？是因为我会各种语言，而且我觉得我会非常的洞察人心，我是一个好的 listener， 所以我这一生是没有遗憾的。我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做出这样一个抉择？一方面是觉得说我有分析过我做这件事情的利跟弊，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觉得我是没有遗憾了。我也仔仔细细看了他这2天在网上发的言啊。他的观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他说，我是吧，人呢，人的是自己的主人，他自己的主人呢，那我就有这个自由嘛，我不想活了嘛，我不想活那么长时间了，那么我愿意，那别人管不了，这是我的自由。另外一个呢，他对生命的定义啊，他是说什么呢？他说生命不在于长度，甚至也不在于宽度，而在于你自己活的精彩程度。他认为他这一生啊，43岁活得值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去过40多个国家，然后呢，他获得过那么好的社会收入，自己呢过去也谈过恋爱，谈过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也认为呢，他自己不适合结婚，但是他适合谈恋爱。有那么多人追求自己，他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所以他觉得他值了，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我觉得我的理论是，就是如果我因为得了红斑狼疮，我一辈子都不能晒太阳，这还是不是人生了？我宁可少活40年，也就是说我本来可以活80岁，我宁可活40岁，但是我要充分的享受阳光，充分的享受海滩，充分的享受我这个美好的身材给我带来的各种男性的爱慕，充分的享受性生活，充分的享受爱情，充分的享受大家对我的喜欢，你明白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说通过实践出真知的人。你长得好，你身材好，你就是说用上海话讲，网子王，你就是能够得到很多人喜欢你。当然还有一点他也讲到了，他透析的过程中间，他父亲要陪他，他父亲今年已经78岁了，他不忍心他父亲呢给他这么大的付出和陪伴。我听着了，你说。你前面也说你很累，对吗？对。是啊，所以说我觉得网上有些人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什么叫自私啊？我其实也是为我爸考虑，我爸他妈都78岁的人了，你们知不知道我爸爸每周三天都从很远的松江赶到我市区的延安西路来，就是说接我回家。你们希望我爸爸是这么生活的吗？他现在完全没有生活的自由。我妈妈本来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现在也身体也不好。其实我走了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
当然，还有最后一点，他也讲到了透析本身呢，每一次都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呢，他决定要去到瑞士来做这个安乐死。按照沙白自己讲的他今年10月份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瑞士的签证，于是呢，他就跟他父亲一起来到了瑞士。虽然他自己在瑞士期间他也反复讲，他其实我早已经做好了身体准备，因为他要跟那个医生面谈2次。然后比如说我们其实还挺开心的，呵呵笑笑，我说是不是跟所有的来访者的这个对话都是欢声笑语，他说其实还都蛮欢乐的，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他其实就是想用一种比较达观的豁然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以一种非常悲伤绝望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我看来他还是有一些不舍，因为他父亲陪他去瑞士的过程中间，他说他做了5次透析，5次透析差不多就是2周的时间嘛。而且说句实话，要不是为了我爸的话，我根本不会选择在瑞士透析5次。按照我自己，如果我是一个人来瑞士的话，我今天飞到了瑞士，我明天就走。我自己拖着自己这个已经残败不破、残败不堪的身体，带着爸爸继续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情况下面，带着他继续看好山好水。你们他妈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他父亲也希望他能多陪他几天的女儿，所以呢，在瑞士呢就做了5次透析。这期间我也看到了他跟他父亲呢一起去看瑞士的湖，去看瑞士的山。爸爸，最后反正带你来旅行这一次，我是不是也很牛逼啊？牛！我现在其实身体已经感觉好很多了，就不像上次去挪威嘛，感觉都爬不动山，今天还是可以的。那么再坚持1年。我不要再坚持，我不要坚持。对，就是不要坚持。坚持1年陪伴。不要坚持就是我就是不要坚持。好。你也好。不要伤心了啊！女儿太像爸爸了。这辈子，爸爸因你这个女儿感到荣耀。啊，把这个记留给我爸，好的。哎呀，这是 Dignitas 办事的地方，对，里面那个环境其实还蛮好的。这儿还有个小池塘，还有个小池塘。好。外表光鲜亮丽豁达的背后也有很多亲情的不舍不过最后在10月24号这一天，他还是踏上了这条路。每个人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他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所以我在这里呢，其实终极的目的不是说要去推崇去瑞士旅游，而是说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不要被世俗的观念所左右，好吗？然后这就真的是我最后一个视频啦，拜拜。那接下来我要讲一讲我对沙白选择的看法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沙白肯定是不属于安乐死，他这就属于协助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安乐死其实在那些合法化的国家里它也有严格的定义。这严格的定义我刚才讲了3点：你必须身患绝症，第二呢，必须是中末期的病人，你距离死亡的终点已经很近了，第3个是本人自愿。但是沙白现在得的这个红斑狼疮在医学上并不能把它定义为绝症。在中国红斑狼疮就有100万名患者，而且这个药虽然现在没有那种功能性的治愈的药物但实际上呢，你只要按时服药，尊重医嘱还是可以获得不错的生存质量的。而且就我现在了解了的，现在其实医学界对红斑狼疮的功能性治愈的药物也已经进入到了临床试验，就是 CAR-T 的方式那么通过现在这种靶向药物的治疗方式，应该说这个疾病在未来的不长的时间内就有可能被人类所攻克。所以这个病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定义为绝症。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沙白在即将走上瑞士之前，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也并不属于中末期病人的特征。那中末期病人我们理解的那不就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吗是吧？那就是你完全不可能再重新站起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呢，对于沙白来说，他虽然说现在呢，他现在还在做一些透析，
他的生命质量跟普通人比起来确实有差一些啊，但总不至于他现在到了中末期。其实就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只要接受合理的医学治疗，他应该还可以获得较长的生存期。所以啊，尽管他是自愿选择，但是按照现在各个国家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我们假定他是生活在像类似于荷兰这样的安乐死的国家，他也不符合安乐死的标准，他就是自杀，他就是请求别人协助他自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沙白在面临死亡的这个事件上，他还是表现得挺勇敢的。因为求生是人的本能啊，一个人再了不起再伟大，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啊，这种面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所以我当时看到沙白啊，就是面对镜头谈论自己死亡，侃侃而谈，就像一场青春的旅途的时候，我内心觉得他真的挺了不起。为什么？我将心比心啊，就是说我如果自己啊面对有一天死亡的将要来临的时候，我肯定也内心充满了恐惧，我也肯定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不舍。但是我看到的却是那样一种轻松的态度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挺了不起。他不是我们一般人啊可以理解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跟他沟通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要讲一讲，就是沙白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社会应该允许的。我们知道啊，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安乐死。如果沙白说的那个理论是对的，我自己就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就可以为我自己身体的做主嘛。我就是不想活那么长时间嘛，那么我不想活那么长时间，我就选择自己离开这个人世，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值得商榷。大家都知道，罗翔老师在网上教刑法，他曾经就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啊，他专门讲过自己的理论，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安乐死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人不能够把自己生命的终结权赋予他人。自杀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违法行为，甚至在有些国家是犯罪行为。但是理论上普遍还是认为，至少从康德哲学来说，他认为自杀是违法行为。相信大家知道康德说过一句话，我经常用，人是目的，人不是纯粹的手段。而自杀者把谁当成了手段？把你自己当成了手段。所以康德认为自杀是违法行为，当然这是康德哲学的论证。所以康德哲学是义务论，而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幸福论。我们认为责任跟幸福哪个更重要呢？大部分的人认为幸福更重要啊。所以我即便生了2个孩子，我也觉得如果这2个孩子妨碍了我的幸福，我可以干嘛？我可以把它扔掉嘛，因为它妨碍了我的幸福呀。我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拖着2个拖油瓶，我能够展翅高飞吗？我飞不了了呀。但是各位要注意，离开了责任的幸福，一定会导致更大的痛苦。你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你以为你在高飞，其实你受到你内心的奴役。真正的幸福一定是责任之中的幸福。所以还是康德那句话，我们之所以遵守道德，不是因为幸福，而只是因为这本身就无愧于我们已经拥有的幸福。人只有在责任中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幸福。离开了责任的幸福是轻飘飘的幸福，而这种轻飘飘的幸福一定会让你感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我觉得罗翔老师的这个法哲学的理论呢，非常值得大家去仔细听一下啊。就是沙白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观点，虽然它可能令人尊重，但是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应该说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这是第3个方面。第4个方面，我看了这么多沙白的视频呢，我有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种感受对不对啊？我觉得她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女孩子，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他在他的生活中间基本上都是以自我为核心。他讲自己的权利，他讲他到40多个国家去旅行，他讲他自己没有肾的时候，他希望这个阿姨给他换肾，是吧？这不能换成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说你看这些穷人们，是吧？他们其实可以拿到这些钱过得好一点，我拿到一个肾有什么不可以呢？他的自己一个中学同学在他去世之后发表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讲得挺好的。我认为他的这种非常 unconventional behavior and value system 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的表达。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she lacks a respect for the people that care and love her。 就比如说他的 parents 养育他那么多年，让80多岁的老头跟着他远去瑞士，白发人送黑发人 OK， 包括他的妈妈，包括他的这些关爱他的医生，他拒绝他们的一些治疗。所以呢，他一直讲我很需要爱，我很需要这些身材包包我很需要男人，我很需要 sex。 However, 你其实学过我们中国的这些儒家的这些国学，你知道其实老吾老及其人之老其实是相互的我们给的这个爱是要有一个 exchange。 那么他能给到爱他的人什么呢？爱他的人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珍惜生命，能够活得久一点。这里头有一个细节就是他自己在讲他父母的时候，他说他不欠父母的，作为一个孩子不欠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我不欠我父母任何东西。其实孩子不欠父亲什么，父母亲什么，父母亲也不欠孩子什么。孩子并没有要求被你生下来，是你自己寂寞空虚了，你生下了孩子，含辛茹苦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个孩子，你的人生就是如此的空虚，如此的无聊。孩子带给你的陪伴，带给你自我的内在成长，有什么好谁欠谁的，对吗？这个观点我听到之后多少有点不舒服。为什么？虽然说父母在生育我们的时候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但是父母在把我们养大的过程中间，他虽然获得了这种精神上陪伴的快乐，但是父母对我们的感情，在大多数家庭里头，尤其在沙白这样的家庭里头也是一样父母对孩子的爱基本也是不计得失的。我们人类之所以在世界上会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有家庭，有来自于父母的爱，而这种爱不计得失，在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会支持我们。那么对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难道就会说这东西其实我们完全不欠你们的吗？我觉得这里头不是欠和不欠，是我们人类面对这样一种恩赐，面对这样一种获得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正常的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不一定说你要养育自己的父母，但是在感情上也要给他们回报，这里头不是一种算得清清楚楚的关系。他在讲到他红斑狼疮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后来他去专门查了他的基因，他说他的基因来自于他的母亲。然后今天呢，我得到结果了，果然就像我所猜测的，我的红斑狼疮基因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我当面对峙了我的母亲，我说我实话跟你说，我说我2天前做了一个基因检测，我说我的这个基因就是你传给我的，但是我说让我很心痛的是，当我得了这个病的第一时间，就是说因为有一阵子我不是不停的水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嘛，然后自己是没法自理了，所以我就住到我父母家去了。但是我到了我父母家，我妈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你生这个病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吗？我现在说的是事实然后我心里就很生气的，我说我给你带来多少麻烦，这个病就是你给我的好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医院里面躺了整整3个月，然后肿到140斤，大便小便全部都在床上，连翻左翻右都无法翻，就 basically 就只剩下一个嘴巴可以吃东西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情况下面，没有人来帮过我，我妈妈没有到医院里面看过我一次，她的原因是她不会打的。这段话我不认可，我真的不认可。为什么呢？将心比心我自己其实在遗传上也有缺陷，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我色弱，我不是色盲，我色弱，就是对那种颜色非常相近的颜色我分辨起来有点困难。那这是遗传的，是我母亲遗传的，或者是我父亲遗传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有意传给我的，他们也是这个遗传过程中间的受害者。
他们不是说我就想让这个孩子获得这样的一个残缺，我就把它传给他，不是啊，他们也是大自然物种进化过程中间的一份子，他们也是在不知晓的情况下把这东西带到了我身上。同理，我觉得啊，沙白的母亲即便是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他母亲也并不知道啊。那他母亲需要跟他说抱歉吗？他一直责怪说他在生病的过程中间，他母亲呢没有照顾他，没有给他打电话。但是我想说了，他既然他认为他不欠他母亲的，他跟他母亲，他跟他父母之间是一种两不相欠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他为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他生病的时候，他要求他母亲来陪伴他呢？这不是他应该自己独立面对的吗？他不是一个未成年人，他是个成年人，他有自己良好的收入，他有自己的能力去面对他自己包括生病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责任，他凭什么要求他母亲去陪伴的？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啊多多少少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家乡那种宠坏的孩子。我看他父亲跟他自己交往的过程中，他父亲始终是把他当做一个孩子来对待，尽管他已经43岁了。爸爸，我们还会见面的，好吗？对，我们在天上见面。我们最好了，对吧？乖，爸爸乖乖。爸爸爱你啊！我知道。这就是在他的世界中间，都是以他自己为核心，他很少考虑到别人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什么，应该获得什么，边界到底在哪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我们每个人跟我们周围的人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打交道。我们身为人父，我们有养育的责任；我们身为人子，我们呢有陪伴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因为不是生活在丛林里的人嘛。但是我看到的是，这个沙白，他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他很少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他去瑞士去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时候，是他父亲陪伴着的，他母亲没有陪伴他。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跟他的父母做一场访谈，我很想了解他的父母内心里真的对他这种选择真实的那种感受。第5点，我还想再说一句，沙白啊，他这里也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终将会再次相遇，那意思就是说所有人都会死。所以啊，单纯的为了活着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人不应该好死赖活着，活不好了就去死嘛，这是他的人生观。但是怎么定义活得好呢？我说对，我就是一个什么都要，既要也要还要的人。我就是又要有钱，又要有身材，又要有脸蛋，又要有知识，又要有别人爱慕，又要出过国，又要有各种经历，又要有自由，什么我都要的人，缺一不可。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爱。但是我想说，他只说对了前半句，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肯定不应该仅仅为着活着，肯定不应该为着赖活着。但是怎么定义这个社会中间应该更好的活着，不是他的那样的一个定义。我想起过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啊，有一个人说了，我们人类终将会都去死亡。他说这样话的人呢，连一棵树都不愿意种，为什么呢？因为这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这一代英国人，我们不想让英国成为最后一代的英国，我们考虑的是子孙后代，是一个长期效应。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政治家，为什么人类历史上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要做那些超越自己生命，对这个社会本身又有价值的事情呢？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繁衍过程中间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呀。假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为着自己活着，都为着自己的利益活着，我们能有今天的文明吗？我们能有未来吗？我们能有希望吗？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为着人类崇高的目标活着，不可能。但是我在想，就是这种纯粹为着自己活着的价值观，它本身不值得大家去效仿。很多人都在最后说，他的
这种选择值得尊重，但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值得讨论，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阻止他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有权利去讨论这件事情。节目的最后我还想说啊，我呢前2天啊在推特上说要想邀请他的时候啊，我说了一句我希望他能够延迟1天，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快。我这里也简单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认为他是想要去死，想要去自杀。一方面我尊重他的决定啊，我希望他能够延迟一下，我们进行一场对话，或许他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决定。我希望他不要轻易放弃对这个世界对生命的追求，仅此而已。如果我这种说法冒犯了很多人我在这里也给大家道歉。我自己认为我只是在尽一个职业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爸爸，这是你最后一次陪我了，以后再不会麻烦你了。有什么屁话呀？你太累了。反正小峰峰以后会去原西路看你的啊。